味道是记忆最顽固的载体。当一群人背井离乡，行囊里最沉重的往往不是金银细软，而是一口锅、一罐酱和一份对故乡味道的执念。历史长河中，中餐随着华人的脚步漂洋过海，他们在异乡的土壤里落地生根，却在岁月的封闭与融合里长成了故土早已陌生的模样。他们像是被时间封存的活化石，保留着前朝的古法，又吸纳了当地的灵魂，成为中华饮食版图上独一无二的飞地。娘惹菜是扎根南洋的中华风味，自明代扬帆下洋至今已有600年历史。Ruby 是马六甲大西洋娘惹餐厅创始人，身为世代定居南洋的土生华人，家族代代传下烹饪手艺，店里的娘惹菜都源自祖辈家传。这下乡的时候就来了很多中国民族做生意，喜欢到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当地姑娘就在这边结婚，孩子生得出来，男的就叫爸爸，女的就叫妞妞。漂洋过海的中餐技法与马来本地食材相融合，造就了充满南洋风情的娘惹菜。每个娘惹爸爸家庭都守护着一套独属于自己的香料配方。黑果鸡是娘惹菜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，其灵魂源自一种其貌不扬，甚至自带微毒的印尼黑果。这黑果就是我们娘惹必须要煮的一个菜色啦。即便经过预处理，黑果依旧坚硬如石。厨师需先用剁骨刀利落地劈开外壳，再以小巧锋利的水果刀沿壳取出果肉。接下来是鸡肉，我们要跟鸡肉一起搅拌。这道娘惹菜里标志性的黑果壳是南洋红树林特产的黑果种子，必须经过数十天发酵，反复浸泡去毒才能入菜。果肉自带醇厚土香，是整道菜风味厚重的关键。把搅打成泥的鸡肉与黑果重新填回到黑色的果壳中，肉泥包裹虾仁，锁住它的鲜嫩脆滑。娘惹菜的灵魂来自名为三八酱的南洋辣酱。马来人的味道是偏辣，他们煮很多各种各样的酱料咯，所以他们就配住他家婆所教的那种方式，马来的味道跟我们中国华人的味道融合起来，就成为一个娘惹菜。热油爆香肉末后，投入2种风味迥异的三八酱，激发出红亮的色泽。当酱汁渐渐熬至浓稠时，加入焯水后的鸡肉，翻炒至表面均匀上色。随后注入糖与鸡汁慢炖，这是中式焖法的南洋演绎，让油脂与香气层层渗入鸡肉纤维。而黑果壳则作为天然容器，封存住这份浓郁的风味与汁水。娘惹菜的厨房注定是一场无法独自完成的战斗，剪、切、剁、捣，每一步都需要后厨团队的紧密协作。中式的烹饪技法自然要用到中国的刀，而马来西亚的丰饶物产则决定了娘惹菜繁多的工序。所有食材的蜕变都从刀刃起落间开始，刀不仅要锋利，更要耐用。在这场热气腾腾的味觉交响中，一套来自中国的利器很快成为了厨房里的新宠。这套王麻子才从中国拿回来就被厨师拿完了，现在我就只能用水果刀来切菜了。Ruby 的儿子 Lucas 是这个家族老店里独特的角色。作为店主之子，他不仅是这套中国刀具的搬运工，更是这座老店与新时代食客之间的桥梁。午市高峰，人潮涌动，Lucas 的身影始终穿梭在最前线。可以拿这个咯，4到6个人698的，它就是有一个派蒂，还有的捞参，然后有一个鸳鸯，
盐阳鸡，它是有人当鸡跟本地鸡，还有一个是鲜辣鱼，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梨凤梨虾、沙巴不带手动虾，还有我们的黄梨饭，还有一个甜品。我接管的业务应该说是在marketing，就尽量的把我们的店里曝光率达到最大。未来应该会打算管理这间店。udah lama dulu? Boleh ya? Oke。成菜之际，风味层层绽放。黑果独有的焦香坚果风味，平衡了三八酱的海洋鲜辣后，巧妙地融进鸡肉之中。一口咬下，南洋的热情与中式的内敛，一场跨越赤道的味觉对话就此诞生。黑果鸡的最佳拍档是清香诱人的香兰蒸饭。新鲜香兰叶取汁与椰奶混合入锅，加少许海盐提味，小火慢煮，让清香彻底释放。这层笼布是茉莉香米粒粒分明的关键，它过滤掉了水汽，让每一粒米都独立饱满。香兰蒸饭像是加了一丝丝海盐混合着草本的清香，咀嚼时斑斓的清香才从舌尖迸发开来，咽下后椰香的回甘在舌根蔓延，口齿生津。最绝妙的吃法莫过于舀一勺黑果鸡的浓稠汤汁浇在这碗香兰饭上，米粒吸饱了肉汤的鲜香，椰香与酱香在口中彻底融合，一口下去是南洋风情的热烈，也是巴巴娘惹人家最踏实最温暖的日常滋味。在马六甲，漂亮可以是一种味道。对于热爱生活的娘惹而言，鲜花不单用来装点，更是绝佳的食材。门前的蝶豆花是 Ruby 的心头好。蝶豆花的蓝色汁液是娘惹糕点的天然色素。我们的手艺太多了，糕点也太多，各种各样的糕点真的好漂亮。软巴武当作为家喻户晓的娘惹糕点，也是 Ruby 家的招牌味道。斑斓叶、椰奶、蝶豆花汁被一同混搅进泡了一夜的糯米中。经过半个小时的文火慢蒸，幽蓝深邃的蝶豆花汁遇见醇厚的椰奶，混着一丝斑斓特有的草本清香，便随着这锅蓝色糯米饭一同氤氲而出。而糕点的馅酱则来得猛烈，10余味香料在热油中依次登场。香茅的清新，香菜籽的辛香，虾米的鲜甜，椰丝的焦甜，在翻炒中交织，最终化作一份甘香酥脆的馅酱。软巴武当的味觉密码就藏在这层层叠叠的辛香焦香里。手艺是每一位娘惹必修的功课。在过去，家宴上精致的娘惹糕往往是家族体面的象征。这种精巧的手法曾是传女不传男的闺中绝技，在娘惹中代代相传。美食每个都是要用心去研发出它的味道，它的香味啊。芭蕉叶是另一种香味的来源。在经过高温的煎炸后，芭蕉叶会释放出特有的吸醇芳香，由糯米的缝隙间由外向内渗透，内部酱料的油脂也缓缓向外吸出。这种内热外冷的味觉交融，让软巴武当的每一口滋味都令人回味无穷。椰丝糯米饭是娘惹人家日常的早餐，也是游子心中最深的乡愁。这份美味的基石始于一种近乎苛刻的精准。白米与蓝米等重称量，分毫不差，
接下来的全是手上的功夫。指尖轻巧捻转，芭蕉叶顺势而上，将双色糯米收拢于底与侧，严丝合缝，却刻意不封口，让那熬制精亮、浸透焦糖香气的椰丝自然袒露。它被轻轻堆起，如一座蜜色的小山，静静立于糯米之上，甜味不再隐藏。从后厨到前厅，闲不住的 Ruby 穿梭在各个角落。Lucas 也继承了妈妈的这股劲头。Lucas， 其实我这儿子他是很棒的，他很想做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啦。就是外地的顾客比较多，吃了一次，第二次他们再回来吃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我在我们家也想吃你们家的味道啊，我能不能买你们的酱料？”越来越多的顾客问起，我们就自己做成一个简单的包装，你带回家也能吃到我们家的味道。这种跨越族群与代际的味觉传承，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。其实娘惹都是马来同胞跟华人一起嘛，所以我就想到马来同胞也应该享用这个娘惹餐，所以我的概念就是我应该要做一个清真的娘惹菜。在多元文化交融的马来西亚，中餐的包容与本地的热情，诞生出娘惹对生活的美好祈愿。他们善于融入南洋的慢生活，也恪守着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，将对生活的热爱化作餐桌上的风味、庭院里的芬芳，以及触手可及的温柔而用心的日常。我真的是希望所有中国同胞可以享用娘惹菜，让他们来到马六甲也能来到我的餐馆试一下我家的味道。Ruby 一家的故事是一封用食物、温情与时间写成的守护长信。自2006年开出第一间店，他们历经风雨，在父亲中风后，全家凭借骨子里的韧性紧紧凝聚在一起。从母亲到2位哥哥，再到 Lucas， 一家人各司其职，从一间厨房的温度慢慢守护成了如今4间分店的温暖光景。他们的根在福建永春，而他们的日常正是巴巴娘惹百年精神的当代回响。在变动的世界里，用家族的双手将传统揉进生活，让百年的文化与家族的温情在当下的每一餐饭里生生不息。味道的迁徙从来不止一种方向。如果说马六甲的娘惹菜是明朝遗风在南洋的温柔变奏，那么在首尔，历史的中国味有着另一副面孔。在繁华热闹的首尔，潮流与活力是这里永不停歇的节奏。高楼与霓虹之间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味道在此交汇。어서오세요. 네. 都名呀？是东北人。对对对，어서오세요。最那什么就三鲜。这个那好，那就一个这个。这间小店提供的味道有一个特定的称谓，中华料理。其中最市井的2样，一是海鲜面，二是炸酱面。炸酱面自清朝时期由山东人带到韩国，后变成了韩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，也是这家店的人气招牌。预约的？没有预约，我怕他5个人往上没地儿，7号有位置。我家主打的还是就韩国传统的炸酱面，因为全都是周围写字楼嘛，传统的就是主食，炸酱面，三鲜那个韩国叫炒马面，这是他们就是从小他一天吃3顿都吃不够的东西。 저희 회사가 여기 바로 앞이거든요. 그래서 점심시간 때 자주 오고, 저는 혼자 살아서 퇴근하고 혼자 이렇게 밥 먹고 집에 가거든요. 일주일에 한 3-4번? 제가 근무하는 곳이 여기 바로 앞인데 이 근처 식당 중에서 여기가 제일 맛있는 편이어서 거의 매일 오고 있어요. 네, 고맙습니다. 안녕히 가세요.
和面作为最古老的中餐技法，已有4000年历史。面条早先传入朝鲜半岛时，一度只在宫廷餐桌上出现，直到清末，山东人将炸酱面带至此处，这道面食才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的餐桌。而科技的发展让和面这项体力活变得更为轻松，一人一机就能承担起全店的面条制作。这种简单高效又饱腹的美味，也因此得以征服快节奏的韩国餐桌。早先的炸酱面还是一碗地道的山东味，而改变从最朴素的食材开始。本地盛产的洋葱被切成大片，与肉末一同在热油中煸炒，洋葱的辛辣褪去，转化为浓郁的甘甜。转折就发生在这一勺酱的改变里，传统的黄豆酱被替换成黑豆制成的春酱。春酱也叫中华春酱，早年由山东华侨带入韩国，后经一家名为共和春的仁川华侨餐馆本土化改良，因而得名春酱。它就是颜色，就是春酱嘛，但是一点咸味没有，很淡很清淡的，有点像北京的甜面酱那个口似的，味道也是特别好。正是这次关键的改变，让炸酱面从华人餐馆真正走进了韩国的千家万户，成为了国民饮食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。这个春酱应该都是从中国就山东地方的特产传过来，韩国人不会当时。煮好的面条在凉水中收紧，更显筋道，沥水入碗。当浓稠的炸酱与这抹麦香彻底相融，一碗刻进韩国人日常的中华料理便在此刻宣告完成。짜장면은 꾸덕하고 진해서 맛있고 我觉得好好吃。虽然我是北方人，但是这个甜口，配上它那个炒的洋葱的那种感觉，很香，而且它的主要是那个面特别的滑。海鲜面本是一碗清鲜的汤面，但为了征服这片嗜辣的土地，一场风味的变革悄然发生。关键的一步在于倾注大量的辣椒粉，滚油瞬间激发出炽烈的辛香与洪亮的色泽。清水注入化为澎湃的红汤，各种海鲜与蔬菜的鲜甜在辣味的统领下重新融合。这碗红亮滚烫的海鲜面，它的身世同样源自中国。 매콤함도 적당하고 그리고 다른 중국집에는 있기도 하고 없기도 한데 여긴 목이버섯이 들어가서 너무 좋고요. 해산물도 많이 들어가 있는데 时间在走，远行的故事却总在重演。每天早上8点，苏斌的通勤之路准时开始。是在银川水店的，这边是卖白菜区，这边是卖青菜区，后边是卖水果区。 안녕하세요. 좋아요. 예. 여기 친구 방송국 와서 예. A급. 예. 양파 중에 제일 A급이에요.
이 하나면 돼요. 예. 세 개. 배추? 아니요, 배추 한 박스 안에 주세요. 제가 我住这边是银川市内90年代新城市，首尔市内房太贵，都10了个亿，干不起。如今在首尔打拼的苏斌和100年前来到这里的许多山东前辈一样，也把家安在了仁川。原因很简单，首尔的房价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难以承受，于是工作在首尔，生活在仁川，成了许多像他一样的异乡人的日常。一般早餐工作餐都是家乡口味，首长党是东北人嘛，做什么我们吃什么，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差别点。大葱蘸大酱，蒸茄子、烀土豆，这个事儿。他自己喝就完了，刚2瓶半了这个。我也喜欢喝酒，我特别能喝，我从晚上10点能喝到天亮。我中国白酒能喝2瓶，啤酒能一直喝，能喝1-2箱。就一直喝酒在银川几乎能喝过我的，把我喝倒几乎没有。现在也自信，就是我喝酒没拒过任何人。我下岗以后上长春开过饭店，开2年饭店呢，赔了不少钱，就是有机会嘛。00年来打工，到这儿来以后呢，就是干一些就是韩国人不乐意干的活，就现场活。当时汇率也高，一天7万块钱，7万块钱和咱这个汇率是8块多，就是500-600吧一天，挺值得，就是拼一下子，寻挣点钱就回家吧。然后就是天天饿呀，就是怎么口味也特别淡，就总觉得饿。我身体以前锻炼了，可就中国国内老锻炼，天天就是饿。干到08年奥运会前，中国汇率一下就降下来了，变成4点多，钱就没了一半。完了，这跟理想就不一样了。完了，这怎么整的？这是还得干吧？完了，坚持30年以后就搁这适应了。这个我们不像别人说想干事业多贪实，我们能吃饱饭，就是维持生活就可以了。随着在韩华人增多，中华料理也遍地开花。而有2道菜是几乎所有店里都会有的招牌，一是糖醋肉，由东北的锅包肉演变而来，精选的里脊条裹上由淀粉与水调和而成的厚重面浆，这层浆衣是成就其独特口感的关键。随着油温的升高，外壳的颜色由浅白转为金黄，最终披上了一层诱人的金甲。脆壳之下锁住的是肉质的鲜嫩汁水，外酥里嫩的极致反差是这道菜的灵魂所在。而它的点睛之笔在于最后那碟清亮的酱汁，加入了柠檬的清新果酸，风味变得更为轻盈。제가 다른 데서 못 먹어보고 여기서 처음 먹어봤는데 겉에는 바삭한데 안에는 촉촉해요. 그래서 맛있더라고요. 而与糖醋肉的酥脆酸甜相对的是另一道深入人心的麻婆豆腐。在韩国的中餐馆里，他完成了一场重要的翻译。为了适应本地人难以接受花椒麻味的饮食习惯，厨师们大胆地省去了这味灵魂香料。热油激发辣酱的醇厚与辣椒粉的炽烈，等豆腐滑入这锅红亮的汤汁，它便开始贪婪地吸附每一份香辣。最后胡椒粉提鲜，芡汁让汤汁变得浓稠，
它不再是简单的调味，而是温柔而紧密地包裹住每一块颤巍巍的豆腐。于是，一道源自四川的麻辣菜肴，在韩国的厨房里变成了温和而下饭的鲜辣滋味。这不仅是食材的转变，更是一种味觉逻辑的本地化，用最熟悉的方式讲述一个来自远方的故事。 그 중화적인 그런 맛과 이제 약간 매콤한 그런 맛이 잘 어울려져가지고我看吃炸酱面好像还是适应一些，是吧？锅包肉 나왔습니다. 네, 맛있게 드세요. 네. 일단 맛도 있지만 사장님께서 친절하시고, 그리고 제가 좀 세세한 요구가 많은 편인데, 뭐 예를 들면 면을 좀 많이 익혀주세요, 아니면 좀 맵게 해주세요, 해산물 어떤 거 양을 좀 적게 해주세요, 이런 요구사항을 좀 드리는 편인데, 그런 거를 되게 잘 들어주시고, 다음번에 왔을 때도 이제 기억을 해주세요. 그래서 그런 게 너무 세심하게 느껴졌고. 사장님은 되게 좀 차분하고 좀 따뜻하고 마음에 좀 흙이 많은 사람 같아요. 흙. 약간 얼굴 생기신 것부터 미소가 이렇게 항상 올 때마다 웃어주시고 갈 때도 항상 인사해 주시고 하니까 되게 감사하죠. 네, 고맙습니다. 예, 안녕 가세요. 我生性那个乐观，这嘎达就是说不行了，换个地方，这研究是别的事儿。今天不咋地呀，150万。泰然如之吧，就是你什么心态你也得生活嘛，就得说闹心钱就出去见见朋友，喝杯酒，吐槽就拉倒了，第二天还得说重新面对的嘛。哦，我下班之前还得检查一遍，因为这个天气还是稍微冷嘛，检查一下滴水滴。走啊，换衣服走回家，下班了，终于胜利了。 这一天结束，胜利的一天。灯光熄灭，招牌点入宏大的夜色，而苏斌的故事就像那碗历经100年演变的炸酱面，在一次次改变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顽固的生存方式。从娘惹菜的融合共生，到中华料理的质朴坚守，眼前的风味早已不是故乡原本的模样，却装下了异乡人远赴山海、落地安家的细碎日常，更是一个族群的记忆，是一段历史的见证。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，让世界耳目一新。